我回来了，再熬一段时间，应该就能攒够武馆的学费了。武馆学费1年12两，我做6年攒了8两多，如今每人能挣10余文，再有1年左右就能去学武了。没人在家吗？江家平日紧巴，7、8日才开一次荤，今天这饭菜这么丰盛，难道是请了媒人要给我定亲？大哥，去洗完澡换身衣物再过来吃饭，我们有些事与你说。大哥，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大哥，你知道陈为民吧？阳城极道武馆的武掌头，8品武者，我对他可是如数家珍。他怎么了？今早在包子铺，我恰巧遇到极道武馆的陈教头，他看了我几眼，还上手摸了我的骨，当场断言我可以练武。你不会是又想骗钱吧？大哥，这次是真的，包子铺的老板跟几位食客都可以作证。你还找好了托？不信你可以去问陈师傅。天地可见，这次我真打算好好练武，成为武者，重铸我江家辉煌。家祭无忘告乃翁，等我去极道武馆练上一段时间，自然见分晓。你不会已经报名了吧？没想到吧，我比大哥你先练武。你哪里来的银钱？爹，你就真信了江安的鬼话，舍得拿出这么多银子送他去武馆？我已向陈大师求证，安儿并非撒谎。若他真有所成，我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。你们哪来那么多银子？家里空有大院，毫无值钱之物。江安又数次闯祸，家底早就干净了。等等，你们把我的钱拿去给江安交学费了？还差些，只能先拿你的垫付，等安儿学成。那是我的钱！我辛苦存了6年的钱，竟成他人嫁衣。练武的黄金年龄在30岁前，一旦过了气血衰败，事倍功败。我已22岁，面前的至亲竟亲手斩断了我的未来。不就是几两银子吗？用得着这么小气吗？等我学成，银两必双倍奉上。你学成与否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要钱，我的……够了！你的钱怎么了？就不能用了？家里的情况你是清楚的。如今安儿有练武之资，你当大哥的还能不帮衬一二？等他练成，自然也能回馈于你。如果江安真有资质，我不介意帮衬一二。但是你们用了我的钱，用了我辛苦6年存的银钱，却未曾想过与我商量。商量什么？连你都是我生的，好吃好住供养起来的。我用些你的银子，你的意见就这么大，简直就是个白眼狼。可是你生我的时候也没经过我同意啊。我想练武想了6年，努力了6年，你们看在眼中，却未曾想过拿出银两支持。反倒是外人的一句话，你们便掏空家底，那能一样吗？你就算练武，也不一定能成，反而浪费银钱。安儿可不一样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先坐下吃饭。等安儿学成，肯定会把银两还你，娘向你保证。我花点钱便要挨半月谩骂，江安闯祸偷钱，却只换来几句责问。果然，这一碗水从来没有真正端平过。你不吃了，每天做工那般辛苦，不吃会饿坏身子的。不吃算球，饿不死的。我说到做到，等练武有成，能挣大钱了，银子双倍4倍的还你。怎么，你还要学人离家出走？在我16岁出去挣钱时，就经常补贴家用，再加上那8两银子，也算报答生养之恩了。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路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再无干系。大哥，我不要你走。我最是向往武道，对武道也了解不少，却从未听说那些武者可以通过摸骨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习武之资，就算有，也不在阳城。祝你们成功。孩子回来，娘还有银子，娘把他们都给你，你别走。这是给我成亲准备的银钱，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已与亲家谈妥，这些银钱不能动。如果我继续如以往那般甘苦力存钱，也得4年后去了。黄金练武时间就只剩4年，有什么来钱快的法子？抢劫？当绿林豪汉？不可！王朝盛世，敢吃这口饭的都鼎鼎大名。我一个小菜椒，恐怕第1天就得被人打死。做鸭，工友说赚的挺多，可人家细皮嫩肉。我这黝黑的身躯算了吧。再说了，想练武，精气神必须饱满，太虚了容易伤身子。先吃饭也是，若是银钱那么好赚，我就不会去做苦力了。关键还是没有实力。若我成为武者，大黎王朝以武治国，习武几乎成为了最佳的上升通道。阳城的几家武馆红红火，从来不愁没生意。可我如今孑然一身，想入武馆却也困难。要是能一边练武一边挣银钱便好了。四海镖局正在招收新的走镖人，我曾在那做过杂活，知道只要能走镖，一趟便是100文钱起步。更重要的是，镖局有一门养生功，每位镖师必学，练到大成便能成为武者，这正合我意。只是镖师走南闯北，容易遇到危险。我认识的几位底层镖师，基本上身体没有完整零件的，而且养生功难练是出了名的，大不如武馆的庄功。镖局内靠他练出气血者寥寥无几，我也无多少退路了。4年，真的能等吗？若继续做苦力，
安稳到4年后存够学费，期间不能生病出意外，更意味着虚度4年最佳练武时间。干了！镖局有半年的缓冲期，以提升实力。等走镖时，咱只管选简单相对安全的活，待赚够银钱，立马去武馆进修。穿越6年没有金手指，再稳着不接触武道就没有意义了。年轻就得拼一把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客官，您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？没呢。那便是生大病了。你咒谁呢？没道理呀！去你的！小爷是要去四海镖局当镖师。原来如此，祝客官早日高升，成为一代名师。这还差不多。先别走，客官您还没给钱呢。哦，若是别人，只怕还不太容易进这个门。镖局培养新镖师也是要背调的，最好身世清白。江大哥不一样，咱也都认识，知道您的口碑。我记得杨镖师还曾邀请过您呢。穿越这几年，努力踏实的口碑倒是积攒了起来，也算有几个熟人。可惜那些老镖师都请辞养老去了，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才来。为了练武，拼一把吧。梁镖头，这位梁镖头头走镖30年，武道造诣在整个镖局屈指可数。身旁这3人无一例外皆是穷苦出身，来走镖要么是冲着钱，要么与我一样，想以养生功叩开武道大门，皆是无奈之选。培养新镖师得花银子，镖局自然不会让人随意离开。10年，不过若我真能在武道上有所造诣，这契约便如同废纸。就算不成，待赚够银钱，我也能一边去武馆学艺，一边走镖。反正只要实力变强，镖局也不会反对。左边都是镖局大人物居住的地方，你们住在右边，切记莫要闯入。若你们以后有机会成为武者，倒是可以入住左边。武者，此处虽是你等住宅区，但里面也住着不少资深镖师，有些镖师脾气不好，你等莫要招惹，能忍则忍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人了。我见那些资深镖师住的都是独属于自己的屋子，难道我等以后就要一直住大通铺？等阁下练了功，开始走镖，自然会安排独屋。眼下只能暂时忍一忍。我等签了10年协议，以后定然会走镖，那屋子就不能提前安排下来吗？非也，此次镖局对外招收100人，但真正能走镖的也是少数，部分人或许半年后便会离开镖局。什么？我们不是签署了10年协议吗？这份契约针对的是真正镖师，若是阁下无法完成镖局的考核要求，自然走不了镖，可能会留下干杂活，也可能直接被淘汰出局，那契约自然也就作废了。什么考核要求？还用想吗？当然是考核我等在养生功上的成就。据我所知，养生功共分9层，只要我等练到第4层，便算通过考核，可以走镖赚银钱了。这门功法很难练成？据说很难，听这里的下人说，很多镖师能半年练至第4层，可他们却卡在第6层，数10年未能更进一步。话说回来，若是容易，镖局便不会将其免费拿出来让我等修炼。那倒也是，毕竟阳城那些武馆的入门费便要12两银子。希望能完成考核，成为镖师吧。走一步看一步。兄弟，借你点盐吧，下次还你。谢了。先走了。钱哥，你可算来了，兄弟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哥帮你把床位都选好了。钱哥有心了。诸位，人已招齐，梁镖头让你等一炷香后，在外院演武场旁的饭堂集合，过时不候。要开始了吗？肃静，列队站好。这位是我四海镖局的梁镖头，8品练皮武者。往后半年时间，便由这位镖头负责教导你等。8品，据说成为9品练血武者，很多士绅豪族都抢着请到府上做门客，每月赏赐很多银钱。若我成8品，不说荣华富贵，起码能够快活一辈子了。想什么呢？还8品？咱先将养生功考核这关过了再说吧。头，是直接开始吗？念到名字的走上来。张三，过来，站到我面前，用力朝我胸口挥拳。记住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
快点，后面人等着呢。使出你的全力便是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142斤，我等还未接触养生功，这测试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听说刚练血的武者全力可是逾1000斤，自然有用处。镖头这是在记录我等的初始全力，等练了养生功，更方便了解我等的成长轨迹。原来如此。李四145斤，王五150斤，赵六140斤，183斤。孙七那是我们宿舍的，跟我关系颇好。蒋平155斤。不过此人面相在我等中算是最拔尖的。罗铁根150斤，钱德勒170，这是第2位远超平均水准的人了。此人看着才6尺，与我等差不多，权力这么高啊！可能这就是天赋异禀吧。赵大牛180斤。好了，测试结束，你等进饭堂吃饭。吃饭？真正的训练应该在饭后。管他的，一切听镖师的，干饭干饭！有肉，一大碗肉！兄弟，我们一个宿舍的，让2个位置呗。规矩点儿，好生排队，怎跟恶鬼投胎似的？多等会儿，要不了你们的命。你们吃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你们来我四海镖局，应该或多或少也了解到，我镖局需要的是强大的镖师，并非招手打杂的苦力。所以成为镖师前，镖局会尽力将你等培养的强大起来。而想要强大，武道便是路。只是我镖局既然选择免费培养你等，自然不可能如武馆那般以鼎鼎大名的庄功教授你等。所以你等能强大起来的倚仗，也就是我镖局独有的养生功。不过你等也不用妄自菲薄，养生功练至大成为武者。而且养生与庄功的修炼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通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天赋、保持纯阳，还是30岁之前？都不太对，很简单，吃，没错，就是吃。你等截至出境便是练血，内练自身气量源于自身，需要一点点挖掘出来。可是我等无时无刻不在消耗，若是光练不吃，不仅练不成，还会伤了身子，因为人体的气血消耗是有限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足自身气血，也就是我所说的吃。不过吃也极为讲究，人体其实也有自行恢复的能力，加上每日吃饭睡觉，也算补足气血的一种方式。比如你们多数人每天干完苦力活觉得很累，可吃完饭再睡一觉，等第2日醒来还是会觉得精神不错。只是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干活，一旦练武，光是米面再随意配些荤素就不行了，需要以特定的食物配合才能练好功，事半功倍。你们可以猜猜这样的食物会是哪一种？牛肉。没错，正是牛肉，这是很适合练武之人吃这种食物。就是阳城那些武馆也都以牛肉作为吃食，以配合练武弟子练武。所以今日你等吃的饭菜是等你们吃完饭，我便会传授你等养生功，让你等正式接触武道。不过我这里有一个颇为之重要的事儿要提前说明，我镖局培养镖师对于极为优秀的也是无比珍惜，甚至有机会得到大当家的青睐，被收为弟子。肃静！正如我所说，每次权力测试的前5名将受到更多关照。孙七、钱德勒、柳文生、赵露思，你们是这次的前5名。按照惯例，每一餐牛肉加倍，持续3天。莫小看多出的一碗肉，等练了武，你等便知这些肉在武道之路的帮助了。真香！3天一次测试，这是培养优秀之人的赏赐，也是我们竞争的开始。你等也不用紧张，权力测试每3天一次。3天后，若有人能借助养生功脱颖而出，同样可以得到如此待遇。好了，你等继续吃饭，2刻钟后在外边演武场集合。我镖局的养生功共计9981个动作，演练时需配合吐纳呼吸的诀窍，特点是慢而不求快，但对人体的消耗过大，所以饭后演练较为适合，可以最大限度吸收牛肉米饭中的精华。所以你等吃肉最好是牛肉等，否则吃跟不上练，只会事倍功半。现在我给大家仔细演练这套养生功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可记住了，谁上前演练一遍？我来。他难道全记住了？那钱兄弟怎敢去掩饰？应该是想通过演练让镖头改正其错误之处，这其实是一次单独指点的机会。腿伸直，气息沉下去，蠢笨如猪。早知我也去了。江兄季知会的指点，为何没有上去？坚韧不拔，必有所成。只要我努力练下去，一定可以将养生功练至大成。这动作要领，我竟已熟记于心。接下来只要靠汗水积累，气血自生，根本不需要上去挨骂要指点。我再练一遍，你等都跟着我的动作一起练。钱哥真聪明，命格开始发挥作用了。不对劲，每日10练，10日而成。细分下来，每一练营只长1点熟练点。我才打了第1遍，怎么就长到9了？自行演练第2遍，真是废物！我都细讲了3遍，怎前10个动作出错4个？等半年期过，尔等没达到镖局要求被淘汰出局，我看你们谁还能笑得出来？
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很多人会被淘汰，但也有人会入我镖局成为镖师，也有几人已经全记住了，动作很标准。这几人都很认真，未曾分过心。好笑吗？你们以为自己的动作就标准了，能练出效果了？尔等也尽为蠢货，与他没什么两样。错了还不自知，还有闲工夫在这笑话人家。笑吧，笑吧，你们就笑吧。这便是差距，仅仅几刻钟时间展现出来的差距。将来你们看他们起高楼宴宾客，自己楼塌了时，才觉后悔。梁师，我等如何才算是入门，练到第一层？权力长20斤，便算掌握了第一层；再长40斤，便是第2层。一旦领悟了第4层，权力更是可长100斤。这个时候也就异于常人了。等闲之人数倍于你，也不可敌。那怎么知晓自己有没有掌握第一层？一旦能感应到体内气血游走，便算达到第1层了。随着养生功不断深入，气血也会逐渐增强。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，可以视为功力再破1层，如此反复，直至第7层产生质变。只是气血在人体内变化，外人很难察觉，所以我才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记录你等的权力，以免有人谎报修炼进度。多谢梁师解惑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当你们还在纠正动作，打完第2遍，熟练度便从9涨到17，第3遍才开始，数字又开始离谱的增长。我刚开始对动作过目不忘，难道不是命格的功劳，而是我真的天赋异禀？可是我都已经天赋异禀了，觉醒大器晚成命格什么鬼？这套养生功是你们入门的根基，动作不准走样，呼吸必须配合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养生功第1层，第3遍便就涨了10个点，这速度比命格说的快了10倍不止。练得越快，消耗也越大。镖头说武士吞金窟，果然不假。肚子里没油水，再练下去，怕是要把自己练废了。别说权力前5，现在能吃上牛肉都是奢望。练了3遍，还是有半数人没掌握所有动作，真是蠢得要命。出一处错误就练不出丝毫效果。镖局培养的是能独当一面镖师，不是蠢笨废物。我再指点你等最后一遍，若是还有错误，午饭的牛肉就不要想了，想吃就自己花钱吧。镖局也是拿银子栽培你的，可别妄想着顿顿好吃好吃招呼。我等要的良才璞玉不是蠢货，你们还有错误。若是午饭前没有达标，牛肉就不提供了。当然了，在此之前，你等可以来我这里求指点，1文钱1次。钱哥，好说，我教你。铁根帮我们。江兄，可否帮忙指点一下我这2位同乡？花1枚铜钱无伤大雅，我建议找黄镖师指点更合适。大家都才第1次学，哪比得黄镖师在养生功上的理解？更何况，就算我答应指点，可这2人要是还练不对，反过来怀有故意坑害，背锅的不就是我了吗？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凭什么答应？那我来教你们吧。你们是真的蠢，若是请我教导，花不了几文钱便能全学会。你等舍不得，非要自己练，或者让其他半吊子的货色指导，以为自己省下了钱财，却不知饭堂的那1碗牛肉便要10文钱。大牛可惜了，只错了2个动作，再多些时间便好了。刚才就该听从对方的建议。其他人先去吃饭，等他们打了饭菜，你们这些没练对的蠢货再进去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养生功第1层，但离掌握第1层只差1/3。我要是眼下再补充1份牛肉，那2位镖师说的没错，吃的跟上练，牛肉至关重要。他们吃不了练武的苦，也罢，个人有个人的造化。养生功第1层，养生功第2层，天赋可想而知。我不会去炫耀什么，没有强大的背景，没有过人的实力，若是过早展露天赋，很容易遭人妒。镖局镖师走南闯北，肯定会与人结仇的。若我早早坐实了天才之名，恐被仇家扼杀在摇篮里。枪打出头鸟，做人啊，还是稳健些。才练第1天，能有啥效果？那你呢？我倒是有些感觉，有把握几天内感应气血。还差1个人没有问。只要此人敢真的拍醒我，我绝对用160余斤的力气抡起1巴掌。人家在睡觉呢，不好打扰吧？明天询问也是一样的。也是，明天再问吧。盐巴漱口效果很好吗？下次我也买些试试。回见。江兄弟，借你些盐巴用下。不借。用我的吧，我买了些。
昨日我见江兄弟用盐巴漱口，晚上便自己出门买了些回来，看效果好不好。你练得怎么样了？没什么感觉。命格的效果肯定不会错，错的是我的身体。我的天赋太强了，演练完6遍便无力练下去，而且修炼的效果衰减了。果然，养生功1层更比1层难。不过以我的天赋，养生功很快便可突破到第2层，全力再长40斤。1天时间很快过去，进步神速。第2层只差2点熟练2便可掌握。只是这身体，上午精神抖擞，下午晚上便后继乏力。罢了，反正进展神速便是了。养生功第2层，养生功第3层，0100，每日10练，1月即成。原来如此，气血的汹涌程度便是人体力量展露的开始。当我爆发1缕气血，便是养生功1层的力量，3缕则是2层。只要我在下一次全力测试时视情况爆发体内气血，绝对能排入前5，得到额外10步，同时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。要按命格所述，我起码要1年半载才能成为武者吧？还好自己是天才。我果然是个天才。我感应到气血了！我感应到气血了！这么快？好厉害！果然，自己虽然有些天分，但也不能太自满。人外当有人，虽然说对方才入门，但也不能轻视。今天蛮刻苦的嘛，是感受到压力了？是啊，能没有压力吗？我才第2层，都有人入门了，肯定是自己还不够天才，得加把劲儿，争取拉开2层功力的差距。镖头说的没错，练武要以吃养练，10步极其重要。明日全力测试，我必须进入前5。恭喜！不是说养生功很难吗？怎才3天，便有4、5个入了门？谁知道呢？镖局那些下人是这样说的，要么便是这几人很有练武的天分。不是天分。钱哥，您洗完澡去哪儿了？我还找您呢。去了趟外域，拜见梁镖头。梁镖头与我说，养生功确实很难练。眼下有几人能在短短几日内入门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其一便是我等出身微寒，从小开始干活砍柴做苦力，这其实也相当于一种身体的锻炼。其二便是以吃养练，食补对练武很重要。你等都没有发现吗？那些入门的人都是从一开始选择吃2份牛肉的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天分才这么快入门？也不尽然。梁镖头还与我说，养生功的入门其实不难，关键是越往后才能看出天赋差距。是否有天分，还得长时间观察。第1层的领先不算什么，不管是否有天分，想掌握养生功第4层，乃至成为武者，食补很重要。我建议你等往后每餐都吃2份肉，以便快速入门。1份牛肉便要10钱，1天就得花30钱，日积月累下来得花多少银子啊？钱兄，您是否已经入门了？什么？钱哥入门了？不用激动，情理之中，情理之中。他们能入门，我怎会落后于人呢？那是自然，钱哥可是咱100人中最先学会养生功的，怎可能不破关？将来肯定会最先突破第2层。咱不是钱兄，哪能这么快？还是睡觉吧。明日是第2次全力测试，又将是钱兄大放异彩的时刻。慢，还差1人没问呢。明日再问呗。江兄睡着呢。
这样做是否不妥？那谁，你练的怎么样了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鳖孙！都一个宿舍的，住在一起就是缘分。这事儿确实是孙正有些不对，将阁下弄醒。不过阁下出手打人更是不对。这样吧，你跟孙正道个歉，此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我道歉？道歉？孙正不对，你便一句话带过；我不对便得道歉，偏帮的未免太明显了些吧？孙正是有些错，可你不该出手打人啊！既然有错，为什么不承认错误向我道歉？还要我道歉？江平，就算是孙正的不对，你若不舒服，可以让其道歉，直接出手伤人，戾气未免重了些吧？那你倒是让孙正给我赔不是啊？可你已经做了出手伤人的事儿，所以扯平了啊！他弄醒我，我打他一巴掌，不正好结了吗？钱哥，与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直接拖下来打一顿便是。你以养生功入门，权力接近200斤，打他还不绰绰有余？此话休要再说，大家一个宿舍的，打架终归伤和气。钱兄说的在理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江兄为刚才出手道个歉，大家同住一片屋檐下，打人终归不好。和稀泥，你也配？蹭我盐巴的时候，咋没见你这么会说话呢？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有些人就是气量小，得理不饶人。你气量大，此事要不打住，咱继续睡觉。今日是第2次权力测试，大家应该都紧张了。孙兄、大牛、江兄，一起去练功啊！你们先去吧。早先时候不努力，等测试到了才想着抱佛脚，活该你等还没入门。武道一途勤补不了拙，想留在彪表，要么自身有些天分，要么舍得花钱补身子。都停下，列队，要测试了。上次权力排名前5者，有4位靠着多出来的食补，已经养生功入门，他们的初始权力偏高，我想超过他们，唯有展现超越所有人的养生功水平才有把握。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一时的耀眼并不算什么。想走到武道对岸，稳健必须刻在骨子里，这也是作为穿越者该拥有的觉悟。所以，权力在158级第5名赵露思，才是我眼下要超越的目标。假设赵已经入门，我只需在养生功第1层力量的基础上再爆发些许气血，便可简单超越，既不引人瞩目，也可获得食补奖励。张三，142斤，练3天1斤力没长，还是在有食补的情况下，就是头猪也能长些肉，你长哪儿去了？李四，王五，练我镖局养生功者，突破到第1层前，最高可长10斤力。那些长了10斤的，回去再多加练习，争取早日突破。孙七，镖头得罪了。213斤，不错，不仅养生功入门，而且还能走得更远，只怕要不了几日便可突破第2层了。孙七会继续努力，不负黄镖师期待。恐怕孙七依然是权力第1，并且会维持一段时间，乃至特训结束。方勇，权力173斤，不错，养生功入门了。你这几日每顿饭都吃的1份牛肉吧？是。往后吃2份食补吧。啊？黄镖师的意思是，我只吃1份食补，便可与那些吃2份的人差不多时间入门。若往后吃2份，武道进度或许可以更快。赵露思，168斤，吃双份食补也没能入门，不太行啊。江平，面相不错，别说养生功也能入门吧？不大可能。 183斤，
养生宫入门。刘兄，你被打脸了哦。往后吃双份食补。黄镖头说的是，突破第1层方与我初始全力相当，威胁不大。恭喜江哥，贺喜江哥！放心，有我。好生练功，突破的人莫要自满。养生宫入门易，后续破关却不简单。而没有突破的人，更该勤加练习，莫辜负我镖局的栽培。若有至武道者，当重补食。钱兄以后可得多提携提携咱们啊！顺利突破，功法修为抵达第3层。不愧是大器晚成命格，一门养生功的第4层都需要100日方能练成，往后关卡所需时间肯定只多不少。待学了高深功法，消耗时间岂不更离谱？莫不是等我7老8小了才能达到当今镖局大当家实力？那还如何声色犬马、风花雪月？还好，我是个天才。双份食补就是不一样，刚开始吃就可打破练功记录。我突破了，我突破了！按镖头所说，一旦养生功达第4层，也就异于常人了。等闲3、5人不可近身。养生功分9层，第7层便会产生质变，成为武者，而至第9层，则代表9品武者大成阶段，就是养生功的极限。以我之天赋，将这功法练到极致，恐怕我要不了太久时间。可若想从气血大成走到圆满，便得女约谋求后续功法及各大武馆的专攻。所以修炼快虽是好事，但想持续不断的强大，还是得尽快搞钱。我感应气血了！恭喜铁根兄，达到与我一样的境界。江兄弟，我突破了，追上你喽！走了。进度慢下来了。养生功确实名不虚传，以命格上所述的半年已成，便可知功法难度。这才第5层呢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哪怕放慢些，也只需不到2天便能突破，这就是天赋。江兄弟，你们是没看见，那孙七的速度简直快得离谱，硬生生在半个月内就突破了第2层。果然，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不能小瞧任何人。唉，孙七兄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恭喜七哥跨入养生宫第2层，你就是我们100人中最厉害的，铁根敬你一碗酒。哪里，不过是比你等多吃1份食补罢了。3分食补便有如此速度，搞得我都想花银子再补1份牛肉了。如若我能，若那8两银子还在，自己也就不会这般窘迫了。因人而异，食补固然对武道有裨益，但能否练成在于自身。就像铁根兄的那2位同乡，以及宿舍其他几人，也都吃的双份食补，到现在不也没见个响动吗？武道一途还是看天分的。
这几人便是天分太差。倒也没说错。大牛，来吃点儿。对了，话说牡丹巷里，算你妈毁了！你趁几颗这不搁的，以后就是要这些嘴叶四子了啊！咱都养生宫入了门，此番聚在一起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也是缘分。此情此景，我等结成异姓兄弟如何？兄弟，我看行，这样更显得亲近。言之有理。好像还不错。结婚结婚结婚，定生兄。话说回来，小郑，当哥的先前听说你被人掌掴了，可有此事？完了，冲我来的！谢七哥挂怀，小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怎么是小事呢？讲讲，若有委屈，当哥的给你出头。哼，原来如此。小正子纵然有些不对，但住一个宿舍都是缘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他江平怎可如此盛气凌人，动手伤人呢？江兄弟这一点确实说不过去。把他拖下来，给咱的正子磕头道歉，此事才能算过去。昨日谁打谁？谁干的？哼，让你们喝酒。宿舍里受伤的不止孙正和钱德勒，连大牛脸上也带了伤。看来昨晚睡熟之后，宿舍里还发生了别的事。昨晚我睡得死，大牛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？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，还能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孙正那个疯狗惹出来的祸。给脸不要脸的泼皮，要耍酒疯滚到外头去放！疯狗，别搞，喝凉喝奶！钱德勒没劝住，哼，此人有些道貌岸然。上次孙正与你之事，我还以为钱德勒有几分气度，原来也是位小人。他是权，不过却是单独制住大牛，让其多挨了孙正几脚。到这里便结束了？哪能啊！那孙正不止行为恶劣，嘴上也很会恶心人，不仅羞辱大牛，还将其另一同乡与其他几人也带进去了。然后那几人也不爽的出手，接着便是一边倒的胖揍。对了，那罗铁根没劝架，没劝住呗。同乡大牛一挑二的时候，他都不敢近身，站在一边干着急，像个怂包。那位往后怕是更嚣张了吧？可不是嘛！我现在觉得那天江兄的那一巴掌打得真对，孙正此人就是个缺心眼的货，以后宿舍只怕不得安宁。罗大牛，你找死啊！哼！江兄莫不是怕了那缺心眼的货色？倒也没有，有便直说，哥可以给你撑腰，我已突破第2层。哦，没想到吧？那倒是要恭喜柳兄弟了。走吧，待会儿又要全力测试了。张三，
146斤，太差劲了！吃了我镖局那么多牛肉，一共才长4斤全力，连入门的门槛都远远够不着。你回去后可以考虑去其他出路了。我镖局的牛肉虽然香，但你等莫以为可以一直享受到考核结束。想吃免费的午餐，就得拿出实力来。现在我正式通知你等，下一次测试后，还没有养生功入门的人将不再免费提供厨食，包括米饭。不是说提供免费饭菜吗？为何又突然不提供了？没有食补，我等还如何以吃养练？是啊，我已达到入门的门槛，若是接下来3天内没法突破，岂不是便无肉可补？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9天时间还不够吗？你等还想要多少时间来入门？1个月？1年？哼，没天分就是没天分，得趁早认清现实。若有人对这个决议不服气，可以站出来。没意见便继续。李四，孙七，这就是咱这些人中最厉害的，最先入门的是他，第一个突破第2层的也是他。他不会想一直霸占权力榜首位置，直至结束吧？那是我兄弟。253斤。继续保持。孙七会的。七哥第一人。方勇，222斤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上次的权力是170余斤，一下子就涨50斤权力。此人竟然也突破第2层了，而且还不声张，直到此时才揭晓。哼，前5格局又要改变，江平得让位置了。黄镖师，这养生功好像也不算太难吧？继续保持吧。江平，加油，争取这次别给咱前5的人丢脸哦。好嘞。等等，这小子不会又一声不吭的掌握了2层功力吧？全力227斤。六兄，您话又说早了。你莫再纠结于他之前发生的事，以后见他能忍则忍，万不能再招惹。对了，这是孙七兄让我与你说的，若生矛盾，他不会出面。表现不错，望你能再接再厉。好嘞。以后这第一人，那是我唯一仰望的人。恭喜江哥，我就知道哥行的。此事当贺，晚上得喊咱宿舍所有人凑点钱，给江哥好好庆祝庆祝。不用。江兄比方勇还能藏呢，这不是不能给咱前5名丢脸不是？205斤。钱德勒，拜什么拜？你也配向我行拜师礼？拜师礼，他也配？年轻人还是得踏实练功，待入了镖局，再想这些有的没的。哼，先超过我再说吧。钱哥，您可得加把劲儿，争取稳住第5位置。吃饭去。距离武者越来越近了，养生功极之后需以庄公接续，要么拿12两银子去武馆，要么去阳城黑市低价求购。现在有食补作辅，是时候谋划了。都停下来，列队集合了。你等已经练功近10日，该研习武技了。练养生功是强大己身，壮大力量，而武技则是让你等将自身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体现。我所要教授你等的，便是本镖局一门刀法，名为飞雪。取刀来！你等之中有生活在阳城里的，肯定也见过一些武者，他们带的最多的兵器为何许？剑。没错，是剑。他素来有百兵的美誉，很多武者成名后，大多也喜欢仗剑行走江湖。其实我也更喜欢背剑。不过这刀亦有百兵之帅的尊号，
且相比起用剑的轻灵巧妙，注重技巧，用刀者则重在猛烈直接，大开大合，威力更强，杀伤力更大，自带一股王霸之气。用刀的招式也较为简单，如劈、砍、挂、削、撩、斩等等。而我今日教授你等的飞雪刀法，便是霸刀中的一门快刀。天下武功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飞雪刀便是秉承此等理念，讲究一个快字。当刀法招式连贯，快到一定地步，人与刀相融，便会显现匪夷所思的效果。刀出而锋芒露，显现什么的效果才算人与刀相融？芒，芒，你等可以理解成一种意境。剑法练成可现剑芒，刀法则会产生破坏力惊人的刀芒，就像这般。太快了，我看不清啊！你们看，这应该便是芒，刀芒。这便是飞雪刀的由来吧？刀芒似雪，寒光飞溅。镖头，要练多久才能达到您这般境地？刀芒似飞雪，因人而异吧。我练飞雪刀10年，方抵大成境界。而且这只是大成，还未圆满吧？岂不是说这门快刀比养生功还要难练？这门快刀确实很吃个人天赋，而且它没有圆满一说。若真要说圆满，便是另一个层次的刀境了。哦，什么层次的刀境？先说飞雪刀吧。这门快刀共分3个层次。第一层次入门，连贯掌握刀式后，初步领悟人与刀结合的奥妙，可显露10道刀芒。第二层次小成，刀芒再长30道，大成则一次性释放100道芒。不过随着层次提升，力量消耗也极大。一般而言，只有到了武者阶段，才可轻易施展很多次。当然了，大成与否不是你等眼下该考虑的事儿。你等这半年时间，只需让飞雪刀法入门，即视为合格。这也是成为我镖局镖师的第2个要求。我练飞雪刀10年便算完全掌握，可之后20年始终未领悟那一次到这一刀境，便是刀气领域，以刀芒蜕变而成。刀芒勉强离体2-3尺范围，就是可绵延有数之丈，就是8品武者的铜皮铁骨亦可洞穿，杀人于100米之外。这么强？若是不强，镖头又怎会20年未悟此境界？整个四海镖局，也只有大当家与另一镖头踏足此等领域。放眼整个阳城，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这些都离你等太遥远。现在我教授你等这门快刀的招式，当你们将刀法连贯使出，也足够厉害。方勇、江平，将筐里的木刀分发下去。一把木刀也有3斤重，2个人还是有些吃力。柳文生与孙七也出来帮忙。不错，有几人倒也能挥对一招办事，有的人则妖魔乱舞，不知在比划什么。还是等梁镖斗正式教授吧。喂，有必要这么双标吗？这就是初中的好处吗？不用怕被前辈苛责。镖头的刀很快，我自然看不清，可他的脚步以及手腕发力处却是记下了。接着我在脑海中回忆效仿，我的武道悟性不会更逆天吧？好了，让你等自行摸索的差不多了。最优秀的2人也都只是练对了2、3式，接下来跟着我练。看好了，这招讲究的是稳，力从腰发。大部分人还是动作不标准，容易出错。江平，你出错的有点多哦，得多加努力。这逆天的血型，好嘞。你若有不解之处，可以直接来询问我。好，那黄镖师对待江平的态度也太好了吧？对我等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苛责。哼，谁让人家养生宫2层，大概率成为镖局镖师。这几人的招式都已规范，并已不用再听镖头讲解，可自行练刀了。不过你们也不可自满，刀法不比养生功，想见到成效会很耗时间。你等需要坚持，先学会招式的连贯，再勤加练习，领悟快刀的奥妙所在。继续。不行，还是不够连贯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再练！此人养生功底尚可，刀法悟性着实平庸，不足为惧。
你这小子走神想什么？我在琢磨刀法要义。江哥居然没睡，在练刀呢。嗯。一下子软了，欺软怕硬的主儿，怂货一个。就是，也幸亏江兄实力出众，将之镇住了，不然得多不安生啊！不错，这小辈在刀法上很有天分，确实很厉害。江平，你可得加把劲儿，闲暇时也可与方勇探讨刀法。我的飞雪刀都快练出刀芒了，命格还是照常发挥，不过俺是天才。果然，刀芒的攻击范围只在2-3尺内。刀气不过快了，持仙殿便以飞雪刀入门，以我之天赋，掌握刀气不远矣。届时选择走镖，也就多了份底气。孙琦，273斤。虽未戳关，但3天再长20斤，此人真的厉害，只怕还会牢牢占据第1位置。第2层已至顶峰，料想第3层也快了吧？应该就在这几日了。沉腰立秒，拧腰转胯，又挥肉迅猛的一拳。284斤！第3层，养生宫第3层的人出现了，好变态！天才，这是真正的天才！9天破3关，绝非常人能做到的。天才方勇，天才方勇，很强。好，好，很好。往后你每顿饭吃3份食补，不用花银子。多谢镖厨。这位真不差，相貌顶级，若也能如方勇一般变态，我都忍不住向妹妹介绍给他了。别说妹妹了，我不介意多个义父。不要脸，他就是不如方勇，肯定也看不上你妹你娘。江平，245斤。同样处在养生宫第2层顶峰，继续保持。晚辈自当勉励，向方勇看齐。不错，你能有此觉悟，不骄不躁，将来也能成大事。若今日赏赐的并非食补，而是庄功，我倒不介意展露锋芒。可惜只多一份牛肉，不值得我展露太多天分，还是低调些吧。反正权力前5是能稳住的。没事儿，等养生宫入了门，镖局应该会恢复补仆提供的。哼，废物，也想攀龙附凤？没想到吧，我追上你喽，排在你前面。那得恭喜柳兄了。算了吧，哪门子的恭喜？那位才是人中龙凤。镖局待有人才出，各领和风遭3感天。玉千金，现在的我强大的可怕。按照养生宫所述，一旦练到第8层，气血便可离体1寸有余，形成血罩，勉强抵挡刀剑。不过我修炼速度太快，不到半月便突破武者，此等天赋若被人察觉，恐生祸端。往后动用力量必须藏拙。练血是消耗气血的过程，我为气血武者，练功的时间相对更持久了。不过武道一途在松弛有度，不能勉强。飞雪刀法已至小成，寒盟40道，若能练出飞雪刀气，便可御敌80丈开外。只可惜，能掌握刀气的刀客在阳城屈指可数。江哥，您还在练刀吗？说起来，今日下午我在演武场都没见到江兄的身影呢。哦，我在宿舍外的空地上多练了会儿刀，这边清静些。起开，起开！钱哥，恭喜突破第2层啊！不算什么，尽管突破了也难入前5。事情说不准，
万一钱哥您厚积薄发，一下子迈进前3都有可能。前3或许难，再入前5还是很容易的。你想啊，第5名的权力与突破后的你只有10斤差距，他们已至极限，若不入第3层，将再无寸进。而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，这2日内涨个10粒金权力，重回前5，轻而易举。话虽如此说，凡事也有万一嘛。方勇，您突破第4层了，运气好，勉强迈出了那一步。孙哥，您可有进步？没有。七哥没突破，明日权力测试前，江平肯定也突破不了。此人确实很天才，我等想要追上他不容易。既然方勇已突破第4层，我也可以暴露第3层的实力。其一，稳固前5位置；其二，步步为营，一点点崭露头角，直至顺利成为镖师。往后，方勇不再参加权力测试，不计排名，排名奖励照给。同时，老夫额外奖励其1份食补，每顿吃4份食补。梁师，吃4份会不会太撑肚子，练功受影响？放心，你突破第4层，身体素质上来了，没有一点影响。这晚辈就放心了。镖头，方勇不入排名，那这排名奖励可还是按5人算？按5人算。可惜了。是啊，算此人运气好。273斤，继续努力吧。这才是正常情况，你不能与方勇相比。养生功的难是对普通人而言，天才是难以束缚的。是。江平，话说回来，这位会不会突破第3层？我记得这位的天分好像比孙七高一点点。怎么可能？高一点也尚在普通人范畴，高一点也是高，说不准就破了呢。275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江平的天分就是比孙七高，这下可还有话说。话说，你们觉得镖头是否会赐予江平额外奖励？看来江平虽有些天分，但差了方伟一截，故而无法入镖主法魔。你往后吃3份食补，不用花银子。那就多谢黄镖师了。镖头喜欢天才，所以投资方勇。黄镖师同样也是惜才，所以选择投资有点天分的我与柳文生。黄镖师是不是也赐予你1份食补？话说回来，你宿舍真是藏龙卧虎。这次突破养生宫第2层的2人，皆是你们宿舍的，一个钱德勒，一个罗铁根，想必将来也能成为镖师。有没有想过结交，往后一起走镖，还能照应1二？你不是看不上趋炎附势、欺软怕硬的人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以为自己天赋出众，不将任何放在眼里，谁知出了个方勇。人还是得服气，既然得不到最优待，还是得拉拢些人物，往后在镖局也能过得舒坦些哦。不过我拉拢江哥比那2人强100倍，你怎么接近方勇？此人太倨傲，我给其送过酒，他却目中无人，喊宿舍人一起喝都没邀请我上桌，还问我为什么没走。天才嘛，想来入品之后，这等食补的作用微乎其微了，这投资怕是白费了。咱不会从黑变成白骨吧？应是随着境界越高，身体状态发生了些改变。我江平绝对称得上天赋异禀。不过，我深知明哲保身的道理，纵有过人之处，行事还得处处小心谨慎为之。江平，一起去洗漱。不了，你们先去。孙正，咱走。这罗铁根以前见你可都是一口一个哥喊着，点头哈腰，最近怎么转性了？谁知道呢？走吧，江哥，洗漱去。待会儿还有权力测试呢。唉，现在我才知养生宫之难，半月过去，还是卡在第2层。张三，孙七，263斤。小孙还是没突破第3层，养生宫有这般难吗？都半个月喽。看来大家这段时间都有些懈怠啊，练功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好平淡的测试，我感觉没有了方哥，少了些惊喜感。敢问梁镖主，现在晚辈每顿饭同样吃4份食补，早在10天前便将养生功练至第3层顶峰，之后也依然保持每日苦练，却为何始终未见突破第4层？因为瓶颈。
瓶颈？所谓瓶颈，虚实之间。简单的来说，当你努力做一件事到某种境地，再也无法精进分毫。不过你一直坚持做下去，过了一段时间又茅塞顿开，又可继续提升，这就是破开了瓶颈。当然，也可能是继续卡在那里，再如何努力也无法寸进。就如我镖局许多资深镖师，养生功练到第6层就无法再突破了。这一停滞，有的是几十年，也可能是一辈子。一辈子？武者前的瓶颈其实不算难事，只要持之以恒，还是可以掌握6层功力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有比牛肉更好的食补，亦可借助其中强大气血，刺激身体5脏6腑，以达到快速冲关的目的，乃至成为武者。有比牛肉更好的事实？自然是有的。有一种生长在我大列北方的特别牲畜，体型似牛，名为灵犀，不吃草而食肉，其肉比一些滋养气血的名贵药材药还要猛烈。你等若顿顿以灵犀肉做补，突破瓶颈，也不过几日的事儿。这样的食补，为何镖局没提供？白嫖习惯了是吧？不敢。这样的肉很昂贵吧？自然是很昂贵的。灵犀肉5两银子1斤，若以此肉为食补，且达到练武最佳效果，需一顿饭吃2斤肉，还得是长期吃。练武又岂是那般容易的？此种要求莫说你等，连我都难做到。不过每顿饭能吃上一点，从长远来看，确实也比你等现在的食补要强很多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只要每顿能吃上小半碗灵犀肉，也比吃几份普通食补强很多。当然，镖头所述是从最佳效果阐明，但世上又有多少武者吃得起呢？你等武后若走了镖，一顿饭能吃上半碗，练武同样事半功倍。咱镖局的那些镖师是否都以灵犀肉为食补？这是自然。随着你等养生功的层次提高，普通食补的作用也在逐渐衰弱，往往突破第4层后，会越加感觉养生功的吃力。这个时候，以灵犀肉为食补更适合。这也是为什么饭堂里都是你等新人来吃，镖局镖师早已看不上了。两位前辈，难道没有不需借助食补也能快速突破，乃至成为武者的方法吗？比如什么逆天秘籍之类的？逆天秘籍没听过，不过也有一种方式能做到。方勇不就是例子吗？他也没吃灵犀肉，没有修炼逆天秘籍，不一样早早突破到第5层。即将完成2项考核，你也可以。怎么做？重新投胎。所以武道一途，要么以海量的资源堆砌，要么是自身天赋过人。这就是现实。你等已经家境贫寒，无权无势，若是没有过人的资质，武道路很难走远。可以说，方勇将来的成就肯定远在你等之上，最次都能达到梁镖头的层次。所以，方哥的天赋在整个阳城属于哪一列？一流。这么厉害？当在一流，方勇练养生功便可短短1月长300斤力。若当初以庄功入武道，速度还会更快，说不准2、3月内便可成为武者。如果放眼整个大黎呢？一般。黄镖主说的虽然不中听，却也是事实。你莫要小瞧天下英雄。大黎王朝有许多世家传承悠久，血脉强大，几乎每隔1时时间都能诞生1、2个天赋异禀之辈。那些人不仅天赋好，而且不可攀的灵犀肉，在他们眼中不过寻常。那些人在你这个年纪，武道实力估计都超过大当家了。衡量一个天才强大的标准，不只是看天赋，还得看师承、看背景。他们接触的多，眼界高，你等不知若数。其实方勇的资质还算不错，可家世远远不及。纵以整个四海招全全力培养他一人，他想超越这些千年世家中与其资质差不多的，都千难万难，就莫说一些天赋更好的麒麟子了。寒门想以武道路出人头地，就这般困难？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啊！重新投胎。当双方资质差不多，哪怕略占上风的情况下，家世背景最终决定了哪一方成就之上限。比如说你的资质确实很可以，只怕成为武者甚至8品前都不会有瓶颈。可之后就需要借助资源了，想继续走下去，与那些世家子弟比较，比拼的就是各种资源。往往这种时候，世家的底蕴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差距。所以我差的只是资源，是家世。世间亦有一些奇才，他们哪怕出身贫寒，同样可以做到不弱于世家天才，甚至超越。只要稍稍给予些许资源，这种人便可一往无前，做到连那些世家都得仰望的地步。什么样的奇才？五谷。有些练武奇才比别人多了一块奇特的山，称五谷。这样的人物生而不凡，一旦接触武道，便会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超越所有同龄人。你等认为方勇以1个月时间练就养生功5层，可称天才了。可若是让拥有五谷的人来练养生功，只怕不用5月，可成武者。飞雪刀法我30年未曾踏足刀器领域，五谷奇才习之，只怕不用数月便可做到超越。身怀五谷之人，万中无一，世间罕有。咱不会就是镖头所说身怀五谷的奇才吧？也就是说，如果身怀五谷，哪怕出身寒门，亦可避你千年世家的一众天才。这是自然，纵为天才，也极其依赖资源。可五谷奇才却不会被资源束缚，注定一飞冲天。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五谷呢？这样的人哪怕不通过摸骨，只要接触武道，也能观察出来。
你等就不要期待了。若镖局有这样的人，大当家早现身了，阳城早大地震喽。这样啊，那梁师，您是否会摸骨？莫说我，连大当家都摸不了骨。此等探究他人身体细微之处的手段，只有5品以上强者才懂施展，方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练武资质。否则我镖局就不会招收你们这100人了，直接通过摸骨挑选有练武资质的人细细培养，岂不更省事儿？极道武馆武教仇8品武者陈为民，当初竟是此人以摸骨断言我弟弟有练武资质，导致我6年辛苦毁于一旦。可是我怎么记得前些日子那极道武馆的一位武教仇到处给人摸骨呢？那就不清楚了。这事我也有印象。我邻居本来辛苦干活，攒了些银钱准备说门亲事，结果被那武教头断言可练武，便兴奋让银钱拿去武馆练武。现在也不知如何了，有没有后悔？现在听镖头所言，只怕那陈为民撒了谎，他在骗人。住嘴！祸从口出！你怎敢栽赃一位8品武师？我镖局与极道武馆有交情，镖局内一众镖师吃的灵犀肉便是极道武馆提供的，双方亦有其他合作。你若再乱嚼舌根，陈长后不找来，我先毙了你！黄镖师并非维护那武教头，而是在保护此人，提醒大家不可言说内情。这笔账必须要算。不过陈为民身为8品武师，2位前辈都讳莫如深，事情定不简单。等我实力提升到8品再说。陈传头代表的是极道武馆的颜面，莫说你等，就是有天才之时的方勇得罪武馆，大当家也绝不会护着。总之，你等先努力完成镖局的标准吧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待成了镖师再去探究其他。这是养生宫第4层，恭喜柳兄，贺喜柳兄，绝对的方勇之下第1人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你这家伙真让我有压力。陈为民是个巨大的潜在威胁，趁着我弱小无名，必须尽快成为镖师，挣银子买庄公。据说柳文生与江平的关系极好，2人也深受黄镖师喜爱。既然深受黄镖师算什么？又不是良师。这倒是，镖头曾说，武者之后每一步都极消耗资源，又吃天赋。黄镖师此生怕是难达到镖头的实力，而镖头又极喜爱方哥。论后台靠山，这2人肯定不如方哥的。不过这2人的天分也着实不得小看，会不会突然追赶上边哥？重新投胎或许还有可能。养生宫难在一层比一层艰难，我破第4层仅用4、5日，可是突破第5层却用了半月时间，时间跨度直接翻了3倍。而这2人天分不如我，突破第4层都用了半月时间，想达到我之境界，耗费时间可想而知。届时我还会在原地吗？方哥自然是一骑绝尘，更何况我的刀法快要入门了，就在这几日。什么？方哥真是天纵奇才！这江平当真是位人物，并非绣花枕头。只论实力，只怕仅在方辉之下，要胜过柳文生3分。你们看，这刀法越来越有镖头的影子了，是不是要入门了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严重怀疑，这位在刀法上的成绩不弱于方勇，很可能会做到超越。哎，怎么走了？我都悟了些诀窍，再多观摩会儿，我肯定能有大进展的。虽然此人刀法进度比不上方哥，但练刀时却有几分独到之处，让我等资质愚钝之人也能看懂理解上。他的刀法就像化繁为简了似的。那句话怎么形容来着？归什么真什么反真什么来着？返璞归真。如此，咱在整个阳城也勉强有了几分自保的实力，就是面对那陈为民也不惧了。不知以我刀法境界能否逆行伐上，横击镖头梁胜？膨胀了，膨胀了！咱虽有天才之时，应少行天才之事。我辈中人当谨慎行事，怎可做逆天之举？纵有一身天赋，也需适当资源，给予时间。就如眼下，我还得为庄公挣银钱。话说回来，那方勇应该几日内就要刀法入门，等其完成考核，我在之后也可顺势成为镖师了。这是刀芒，方勇突破了，当真天资过人。第一位飞雪刀入门，掌握刀芒的天才，比江平还了不起。是啊，我原以为江平会最先突破，真的是方勇，我们有救了。接下来我要检验入门级快刀的威能，仔细看。一心两用，毋庸置疑了。方勇就是我等之中禀赋最高的。江平的刀纵有过人之处，可在这位面前还是会黯然失色。
越强越好。再过几日，我便顺理成章地展示入门级飞雪刀，成为镖师赚银子。还是方哥好，哪像某人，我向其提问都爱答不理的，不就是仗着有一丝丝禀赋吗？这个小人，确实是个小人。我当时怎会与其喝酒吃肉呢？哼，此人原本就是个滑头、墙头草，只是见方勇的天赋太高，便选择了采江兄来表示忠心站队罢了。倘若某一天另一个比方勇天赋更高的人出现，这小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反过来采方勇。话说回来，方勇的刀法更强些，为何你二人却选择来观摩我兄弟练刀呢？莫说我等，柳兄你呢？前一天你可是冷落了江兄整整1日，一直在观摩方勇练刀呢。如果不是观摩了1天，又怎知晓我兄弟在刀法上对我的启迪？没错，我也观摩了方勇好一会儿，对方在刀法上的理解却有高深之处。可观摩久了，我又觉得与江兄的刀法很有区别。江兄的刀似乎有种魔力，像是直指本质，让我可以走得更远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方勇的刀给我的观感只有强，却无法给我启迪；江兄的刀则化繁为简，很容易悟进去。其实根本不像罗铁锅说的那般。对，观江兄练刀不用他来解释什么，观摩一段时间自会茅勒顿开。再多观摩江兄一段时间，我估计都能入门了。俺也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只有飞雪刀逼近入门的人，才能体会我兄弟刀法上的奥妙。可是，如我等快要刀法入门的人，亦能在我兄弟的刀法上有所进步，那他……你没猜错，我有感，不出2日，刀法要入门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兄弟的刀法都厉害到这等程度，要是还未突破，就没道理了。岂不是说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再无法观摩江兄练刀了？梁镖头出远还未归来，方勇都还没正式登记，我也得等镖头回来。你们还是可以多观摩几日的，几日也是杯水车薪。我等没有江兄这样的禀赋，你们都快入门了，倒是不急于一时。方勇的刀法水平确实高，可我等水平差得多，观其练刀很难领悟诀窍，还是江平的刀法看得更清。毕竟与我等比较接近。确实如此，咱虽是方哥的人，但想要追上边哥的脚步，还是得来观这江平的刀法。再观其一段时间，我也能追方哥。啊！入门，江平飞雪刀入门了，这位也入门了。我就说嘛，这位怎会差呢？比之方勇也不成多让。方勇刀法突破后，为众人展示解惑，江兄可否也这般指点大家1、2？我真想揍这厚脸皮的人一顿。可以。孙七，这位也和孙七双刀的。江兄，这招该如何发力？气沉丹田，意随刀走，虚实相生，你且去悟吧。江兄，您为何不练刀了？既已入门，更应努力练刀突破小生才是。刀法入门后，我感觉想再有突破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。我的修炼速度太快了，若是不尽早换得庄功，就没法进步了。老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对了，镖头他们还未归来吗？回来了？不对，我为何不知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等等，你不知？我是听我舍友说的。昨日上午，梁镖头与黄镖师就已回来。接着那方勇就被叫过去了，镖头没叫你，并未。你别不高兴，人方勇天赋好，被镖头看中很正常。这么偏心，都要告假了，离开前好歹把俺也喊去登记上呗。据说梁镖头负伤了。负伤？具体内情不得而知，不过镖头与黄镖师都受伤了，尤其是镖头好像伤得不轻，都选择了告休养。啊？去吧，内院住宅区有不少空池独屋，自己选一间搬进去即可。啊，大人。关于走镖一事，可否与晚辈说清楚？你分在了黄友人手底下，什么时候能走镖了，其自会告知你。回吧，在黄镖师手底下也算件喜事。黄前辈看中我，肯定会对我额外照顾。只是走镖一事还是没弄清楚，至少我得知道走镖的难易程度是否有个区分，走一次镖能挣多少银子，这关乎咱的修行大计。归根结底还是太穷了呀。话又说回来，从今往后，咱就是走镖的镖师喽。估摸着明日下午养生功就练到极致了，仿佛届时功力大成，实力再涨一阶。晚上晚点睡，哥仨给江镖师庆祝一番。镖师阁下什么都不用买，吃的喝的我们来准备。好啊，那你们能借我点钱吗？我这里还有3两多，江哥尽管拿去。江兄第一次开口，我怎会小气？我这里也有4两。这下可以买壶好酒，下午去看望黄镖师了。每人借我1两银子吧，等我手头宽裕了就还你们。江兄刀法上对我的帮助，就不止这1两银子了。还肯定是要还的，50吞金窟，1两银子
也能买些灵犀肉。方勇又有进步，养生功突破第6层，距离成为9品武者仅差1步之遥。此人天赋着实不错，不服也不行啊。哼，可惜品性不合我胃口。回见。黄镖少，您的伤势如何了？伤得不重，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你本来手头就不宽裕，也才刚成为镖师，还为走镖赚银子呢，随意买壶酒便是了，何必买这么贵的？破费了啊！以后晚辈还得在黄镖师手底下干活，这酒就当是孝敬您老的。去炒半斤灵犀肉，他已转修庄公，有此进度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转修庄公？是啊。梁镖头回来后便将其喊去，送了庄公。往后方勇的修炼速度应该会快不少，你可不要浮躁，莫与那等天才比较。皇师说的是。以你之天分，虽不如那方勇，也能以养生功成就武者。不过若真要如此，反而浪费了你的黄金时间。若是修这庄公，还能趁着黄金年经段多有一些进步。这银子你也拿着。皇师，这送的太多太贵重了，把银子也收了。长辈赐，不敢辞。庄公与养生功有相通之处，转修起来颇为容易。不过若你有不解之处，可以来问我。好。味道极鲜且美味，好似修炼养生功气血凝练后的感觉。一股庞大的气血在体内散开，身体暖暖的，好似东阳初照，说不出的暖和。滋味如何？很棒。你第一次吃，只觉得味道不错，待吃完你回去后练功，便知灵犀肉与普通食补的差距。那晚辈得多吃些，带回去好生感受一番。黄镖师，这走镖有没有以危险程度区分的说法？镖局接镖后都会先评判镖的难易程度，接着再商量好价格。如果敲定下来，最后再由镖局镖师送出。而这镖的难易程度总体分为铜、铁、银、金4种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铜镖最为容易，时间短，路程也不远，多在几个县城之间来回跑，也是镖局内大多数镖师所接之镖。但最低也得有一位武者镖师坐镇，一趟下来。如你这样的普通镖师，能赚个100至300文不等。铁镖路程长了些，有一定危险性，因为货物贵重，倒是容易遭贼定计。不过我四海镖局在附近10余个县也有一定名声，黑白两道都会给些面子，出事的概率小。一趟下来，普通镖工都是半两银子起步。那前辈，像您一般接的是铜镖还是铁镖？我的实力还算可以，逼近8品武者，多数时候愿接些铁镖。要是实在没镖，也只能接铜镖了。这样啊，将你划在我手底下是我的主意。你现在也知道我爱接铁镖，所以跟我的普通镖师也能赚不少银子。而你刚成为镖师就随我走镖，大多数时候一趟镖是能赚半两银子往上，这听着就非常不错，算是美事。或许会引得一些资深镖师羡慕。不过我说了，铁镖的任务不算轻，会有一定危险。你才刚成为镖师，且有些天分，当有不错的未来。若在我手底下夭折，那就遗憾了。此事你要慎重考虑。若是不愿随我走镖，我可以做主，给你换位老镖师练手，待你实力强大了，再随我一道走镖也不迟。何况银子是赚不完的，得有命花。晚辈愿跟着前辈，换了人晚辈还怕不习惯呢。也好，反正我接铁镖这么多年，也没出过闹性命的事。关于走镖的细枝末节，待你往后上路了，我再与你细说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这次随梁镖头走镖负了伤，连总镖头都有些狼狈，底下人更是死伤不少。我等这次接的镖便是银镖。银镖？银镖一般都是去往陌生的地界，多数时候更是出了昌平府，去往我四海镖局完全触及不到的地方。人生地不熟，完全是两眼马黑，摸石头过河，所以危险程度极高，很容易出事。至少在我走的几次银镖里，没有一次不出事的。既知很危险，为何前辈还要接着银镖？唉，穷啊！走一次银镖起步都是100两银子，
谁又不心动呢？原来如此。话说回来，这次总镖头走镖失败，对我四海镖局也有一定影响。自从事发后，我镖局的镖量就减了1-2成，损了些熟客。而且这次事发很突然，那些盗匪司完全冲我们来的，我严重怀疑是阳城另一镖局在下黑手。下黑手？你莫以为镖局面对的危险仅是那些贼寇，这是利益之争，同行最是冤家，甚至有时候官家都会出手。官家？大黎太平盛世，各省却常有贼寇绿林汉，银镖必然会出事。你当真以为那些贼人活得久是他们实力很高吗？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自是这个道理。世上哪有一成不变的，无非利益二字。受教了。所以这次银镖出事，很可能与乘风镖局有关。我与梁镖头私下讨论，有过怀疑，不过这事难以找出证据。就是知道是对方干的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，顶多下一次对方接银镖时，咱还回去便是。这样吗？对了，金镖有何危险？金镖，曾经我四海镖局的大当家，与乘风镖局大当家联手，并且请阳城几家武馆大高手随行，共计7位6品武者，接了1次金镖。结局是7大高手1死2废4重伤，底下人死伤无数，2家镖局也差点解散啊！后来2位大当家断言，武道不入5品，金镖不可碰。5品？你吃了不少灵犀肉，是该早些回去体验这上等食补的功效。对了，你才养生宫第4层，实力尚低，镖局赏赐的2斤灵犀肉，最好是1顿饭煮2两肉，效果更佳。灵犀肉？成为镖师会有这等赏赐？王镖头没给你？王镖头？接待我的并非王镖头。你见到的可是一位30岁出头的青年男子，与王镖头有些相似。前辈这么说的话，是有些相似，看着也确实比我大了不少。那就对了，这是王镖头的子嗣，应是帮王镖头在处理这些琐事。所以此人贪没了我的2斤灵犀肉。此话不可说，那是王镖头的儿子，你不宜得罪。皇师，我也不想得罪人。可那是2斤灵犀肉，价值10两银子。晚辈穷苦出身，如今好不容易成为了镖师，有望武者，最缺的便是银子。或许那位忘了这一茬，你再等几日。昨日晚辈便完成登记，他若当时忘记此事，今天也该送来了吧。这样，那10两银子我给你补上，此事莫再追究，如何？前辈，这明明是那镖头子嗣的不对，怎能让您来弥补？我是为你考虑，你天分比我好些，说不定将来也能成8品。可你太年轻了，如今才刚成为镖师，不宜得罪小人，万一惹得王庆不快，怕你往后在镖局不好过。多谢皇师挂怀，不过这10两银子本就是我的，怎可让皇师来补？更何况分明是他得罪了我，而非我得罪他。你小子倒是硬气，不怕事儿。也是，如果遇事就退让，又如何成事呢？这样，你待会儿回去后去贵房一趟询问此事，如果对方后续补上，便是误会一场。如果3天内没补，你来寻我。好。行，后续会给你补上。对了，我名王生柱。看来此事不会顺利解决，不过我还是先等上3天，先提升实力吧，实力才是根本。是因为我的境界高了，只吃几两灵犀肉效果不足，得按梁镖头所说的标准吃，才有明显影响。确实可挡刀剑，动用1半力量连拳。这血刚强啊，优缺点明显，威能强悍，可也不持久，仅能施展剑持2刻钟。
怪不得镖局考核的一个硬性要求是练得刀貌，这等技法很有杀伤力。恐怖如斯，庄公的方面面都要比养生功强一些。可惜我没有江兄的天赋，往后想练庄功还得自己攒银子。你年岁比我小些，不急一时，30岁之前都是黄金年龄段，可以做到迅猛提升。是啊，不可此时泄气，黄金年龄段是最佳练武时间，我等当勤勉些，否则等过了30岁，提升变难了。莫说这些扫兴的，来，咱喝酒。今日是为江兄庆祝，继承镖师又得庄功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与旧友有些疏远，怎么回事？他呀，这家伙确实不太像话，太二太记仇了。自从江兄搬离宿舍后，他便仗着与方勇关系好，各种给罗大晕几人找不快，几人也是敢怒不敢言。罗铁根没有阻止？没呢，他与孙正穿一条裤子，哪会阻止？偶尔也要逞威风。我有次看不过眼，说了几句，结果那孙正连我都敌视训斥，实在狼心狗肺。小人罢了，替他们做甚？来，我们喝酒。喝酒。皇师，那王生柱贪了我的2斤灵犀肉，还刻意通报了姓名。这还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连普通镖师的2斤肉都贪，还如此明目张胆，他是有多缺银子啊？你不要急，此事我会与梁镖头禀明，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晚辈是不是还得等？2日内必会有结果。那便有劳皇师了。皇师，晚辈已突破第5层了。好，你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要强不少啊！只怕30岁之前8品板上钉钉，7品都有望。媳妇儿，去炒1斤灵犀肉，顺便把我珍藏的好酒拿出来。今日我要与小江不醉不归。还得是庄公啊！若我从一开始修的是这门功法，速度只怕不敢想。想吃灵犀肉便自己去饭堂买，吃多少买多少。怎么是20两？唉，这是镖头对王生柱的惩戒。若非此人是王镖头的子嗣，惩处还会更重。你且安心收着，王生柱不敢找你麻烦。若有什么事儿，可与我说。那得多谢皇师与梁镖头了。还你公道的并非梁镖头，而是另一镖头。啊，倒是难为皇师了。他太看好方勇了，再加上自己受了重伤，所以行事难免顾忌了些，想专心培养方勇一人。明白。帮你的镖头姓朱，你不用特意去拜见，往后遇到感谢一声即可，岂不喜巴结套近乎这些有的没的。我如今庄功已至9品圆满之境，即将迈入8品行列。8品功法，我得自己想办法求得。等等，还没给入室费呢。哦，室内禁止打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明白。鸡？朋友要吃鸡吗？说是黑市，只怕也就是特殊点的摆摊集合点罢了。或许有宝贝，应是不多。新鲜的灵犀肉，2两银子1斤了，先到先得。极道武馆的庄公含泪大甩卖，只要5两银子。烈阳剑法，极道副馆主祖传剑法被俺偷来了，想要的快过来买啊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喽。能不能别卖个东西就打着我极道武馆的名号，还烈阳剑法？这分明是连剑气都使不出的破烂玩意儿。谁让极道武馆威名十足啊？不打你们的旗号，别人如何愿买？朋友，8品静秋功20两银子拿去。足下也知8品功法在阳城有好几种，可首推便是极道武馆的静秋功。此功练皮效率最高，效果最好，而且有机会练出金皮。骗3岁小孩罢了，也好意思与9品武者这般讲，还练金皮？你去问问极道武馆的馆主，他练出金皮了没？去问问武举榜前10的陈安，他8品时可练出金皮？来，这是朝阳武馆的8品功法，效率同样很高。至于金皮就别奢望了，无人能练。不过我这门功法只要13两银子。你等如此堂而皇之的买卖武馆功法，不怕被武馆盯上吗？功法确实珍贵，不过在5品前，食部比功法更重要的多。一门功法几10两，可是花钱在吃的上面却是10倍100倍。足下能有今日实力，在食部上花的银子还少吗？那倒是，我为了练武，
花的银子都不下1000两了，实在没银子了，才来黑市碰运气。这就对喽，武馆的功法才值几个钱，可为了成为武者，为了更进一步，咱花在吃上面的银子何其之多。所以你想啊，武馆要挣银子，何必在区8品功法上禁言？只要练的人越多，就都得从武馆那里买灵犀肉等食补，这才是大头。黄金练武时间在30岁之前，武者为了迅猛提升，就必须吃最好的食补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所以啊，我等其实是在给武馆招揽潜在的客户，他们还得感谢咱呢。极道武馆的静秋宫价格昂贵，只因有练出金皮的一丝可能。虽说希望渺茫，但武者皆有奢望，江平自然也抱有这般期待。欢迎下次再来。今晚打个秋风，此人买8品功法，只怕实力不弱，真要对这人下手，容易引起官家注意，得不偿失。不怕，雪帮的2当家不是最近缺银子吗？那位可是8品武者，且就在这里。再加上你我灭杀此人不需太多时间，干了！这就对喽。正经买卖哪有杀人越货来银子快？咱又不是良民。8品功法借气血之力淬炼皮肉，静秋宫更是其中顶尖，内容精深晦涩，若无名师指导，极难吃透。但江平天赋异禀，仅片刻便已明悟大半。功法为真，有人跟着，怎么盯上我？何时出手？他应是注意到我了，不过无所谓。待会儿你们2人先去试探其实力，我下黑手。我怎觉得你没混迹过江湖，出门在外连一门腿法都没学过？这般不讲武德，我都给你送银子了。不够啊！我要你身上的！跑江湖的一出手便是几百道暗器，往后我也要如此，还要给暗器上涂毒。快刀飞雪，四海镖局的有点麻烦，不过不碍事，杀了便无人能知晓。炼血圆满，果然是个高手。刀光剑影罢了，我们苦修数十，这点招式谁都能施展。你善快刀，我精通快剑，今日便分个高下。老家伙真强，以一敌2还不落下风，怪不得来买这8品功法。你这老登真是聒噪！江平此刻没有再伪装沙哑的嗓音，显露出清朗年轻的本音。啊，不是老家伙，是位年轻人。不要被表象迷惑，此人刀法如此精湛，怎可能是年轻人？他故意如此，是想让你2人露破绽，可见其实战经验之足。也是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，又怎会让我等遇到？哪个不是长辈手心里的乖宝宝？再战！8品，刀气！惨了，这是遇上了爷，要倒大霉了。一层晶莹剔透，犹如温润宝玉般的钢剑外服，双目8品皮，刀剑不可摧。我是雪帮2当家，饶我一命，必以封侯报仇报答。既然选择把我当劫杀目标，自当有被杀的觉悟。这个时候求饶太晚了吧？这刀气果然强横无比。梁镖头没有说谎，刀气出，8品亦可杀。前辈，
您这是钓鱼执法呀！前辈饶命，我愿将毕生所得献于您。要来人了。禀赵大人，3人身份已确认，2个为正通缉的贼寇，另一位好像是血帮的二当家。确实是那血帮的二当家，谁干的？这二当家可是8品武者，能杀他的要么是8品中的顶尖好手，要么便是7品强者了。大人，这伤口冷得刺骨。刀气、飞雪、四海教居朱越，那朱越的飞雪刀只怕已经圆满，纵横8品无敌手。怪不得这些贼寇喜杀人越货，这才是最挣钱的买卖啊！曾经因8两银子差点陷入绝境，如今800两在手，窘迫的日子一去不返了。静秋宫和另一家武馆的8品宫，主修静秋宫，闲时翻阅互补。乘风剑，这次我展露飞雪刀，只怕事后已被查出来。虽怀疑不到我，却还是让镖局瞩目，往后少暴露飞雪刀为妙。这剑法正好替我伪装身份，往后出手便以这敌对镖局的乘风剑迎敌，谁还能查到四海镖局身上？嘿嘿，我真是个天才！追云腿，7品练蛊功，这是极道武馆的好东西。这回放心了。听说了没？斩了那恶名远扬的二当家之人，似是四海镖局的镖头朱越。此事我也有耳闻，一手飞雪刀气惊艳全城，曾经以9品之境逆行伐上，斩过8品，倚仗的便是这刀法极致，也只有他有这种实力。会不会是别人？据我所知，杀3人者戴着狐狸面具，可朱越前辈不像躲躲藏藏的人，行事向来光明正大。怎么可能？根据尸检所说，死者伤口冰冷刺骨，留下的残痕可冻伤普通人。在阳城，也只有四海镖局的飞雪刀有这般效果。不是这位刀中取谁，总不能是镖局大当家吧？所以这出手者定然是四海镖局的刀中君子朱越。真不是我！朱兄，别谦虚了，在阳城，只有我镖局的飞雪刀气冷如寒霜，除了你，还能是谁？是啊，别否认了。现在外边都在传颂你的威名，都说你杀了恶贼，为民除害，非我所杀，那人也不是我。头，此事你该查清楚。会飞雪刀法的定是我镖局之人，但并非我。你可将其找出来，届时真相自然大白。你不错，实力又精进了。我实力精进了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朱越的实力又进步了。赵大人与我说，朱越的刀气已至极致，练武可练，实力在阳城能排进前20。天地可见，此人确实不是我。就算不是，你就当是吧。之前我走镖失败，已让镖局损了不少威望，此事倒是可以挽回些我镖局口碑。到底是我手底下哪个王八羔子搞出的飞雪刀气？这口黑锅生生砸老子头上，你倒自己躲得远远的。此事我也会差人查清楚。对了，乘风镖局接了一趟银镖，前日便已出发。你们准备一下，我等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没错，你应该也知道了，我镖局的朱镖头实力精进，在几日前怒杀8品武者，扬了我镖局威风，所以这几日镖量又上涨了不少。刚好我伤已恢复，接了这趟铁镖，正好带你跟柳文生历练一番。5日后出发，你且好生准备一下。朱前辈不愧为咱们刀法楷模，当真给镖局长脸啊！那是，待这位前辈成就7品，实力应该能进前10。届时我四海镖技便能压乘风兵毒一头，好期待啊！4天时间没吃肉，光凭借硬练都有这个程度，可是硬则5天难以破过8品关卡。不行，身上现在有的是银子，明天起
就按一顿2斤灵犀肉的顶格10步来安排。我觉得要在5天之内强迫进阶，第一次走镖才算绝对稳妥。爹爹，今晚有肉吗？没有，你娘亲去集市买豆腐去了。今晚咱吃咸菜滚豆腐。吃了多少天咸菜了？女儿想吃肉。没有。可是二哥都能吃肉，为什么小希不能吃？哭什么？你哥正在练武，需要吃肉养身子。等他成了武者，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都行。可是二哥都好些天没去武馆了，跟嫂嫂天天在房间里。老头子，孩子有消息了！孩子有消息了！毛毛躁躁的，什么消息？孩子呀，咱的孩子平儿，我打听到他的消息了。大哥！你打听他做甚？还没死？你说什么呢？娘亲，大哥在哪儿？小希要找大哥。你大哥就在阳城里，没走远。街上卖菜的王大娘说，今早看见平儿随着一行人出城去了，好像是四海镖局。平儿去了镖局做事。四海镖局厉害着呢，他既然与镖局之人出城，只怕是被选为了趟子手。出一次远门，3、5天时间，应该能挣几10文上100文钱。这么多，平儿有出息了。什么出息？这是卖命的钱。若是路上遇到贼寇，最先出事的就是他们这些炮兵啊！平儿会有危险，我们把他喊回来吧。他既已入镖局，便不可能想走就能走的。反正啊，这一行我就没见能全身而退的，就算不性命，也绝对会缺胳膊少腿。哭什么？死就死了呗！他选择干这一行就没考虑过我们，我们又何必为这不孝人担心？由着他去吧。娘别担心，我在武馆也认识几位能说得上话的，待我打听一番，若是能让大哥退出镖局，我定让他回来。江兄，你的肤色怎么越来越细腻了？咱是在同一个太阳底下练功的人吗？你也太老实了，练功可以躲树荫下，非要晒着才算练。江兄，这位陈家小娘子看着肤白貌美，前凸后翘，与你倒是有些般配的。瞎说，这是咱的客人，要好生护送，你怎能乱点鸳鸯谱？这方勇为何与我等一道？他有梁镖头关照，不该这么快出来走镖才是。历练嘛，方勇天赋异禀，已暗中破入9品武者之列。梁镖头这才放心让他随黄镖长出城历练。江平不甘人后，也在出发前向黄镖长展露了养生宫6层的惊人权力。快跟上，天要黑了，前方10里处有个驿站，今晚暂时在那里歇脚。有劳了。是不是香香的、软软的？是啊。都小心点儿，这是客人的货物，若是损了，有你等赔的时候。瞧把他能的！莫说这些了，去马场吧。皇师，还有多久能到云县？明日下午便可到了。是否太慢了？有些耽误我修行。不慢，多数货物在前3个县，之后我等便可轻装出行，夜间也可赶路，来回也就7、8天时间。皇师，我镖局旗帜只升1半，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好问题，这便是一般镖师出行主要的兴旗方式。下半旗意为仁义镖。仁义镖，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暗号，意思是希望各路英雄给个面子，赏口饭。当然了，光靠仁义旗帜也是不行的，还需要这个。我懂了，得给过路费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是这个道理，有些绿林好汉不好得罪，这过路费必须得给。弱一点的乌合之众则无需理会，1年到头稍稍意思一下便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一趟走的都是官道熟路，只要不走陌生的路线，一般都不会有事。那皇师，若是接了镖后，能否再接私货？只要在一条方向上，镖局也不反对。不过若是为了利益走陌生路线，
一旦出事，镖局自会重罚。有一车货，便是我接的私货。这种走镖方式更简单直接，插上旗帜，让档子手在前面喊口号，意思是不给任何英雄好汉面子，有本事就打一场。当然了，敢走威武镖的，要么背景深厚，要么本事超群。如我镖局的几大镖头，他们若接铁镖，便是立威武旗，走的威武镖。说来，这些镖头走威武镖，一趟下来，挣的比我接这一车私活都要多好几成。畅快！对我来说，修行技艺明明是门脑力活，却还是会这般流汗，怪事。你这是在练功？是啊。怪事，来时怎未听见动静？你往后离陈家娘子远些。明日我来给陈家娘子牵马，你该干嘛干嘛。哼，好啊。慢，你将牵马的活让给他了？怎的，你也想牵那匹马？我倒是想找陈家娘子搭话，可人家都没正眼瞧过咱。我就说吧，那姑娘有些自卑。我家小姐才不自卑呢。娘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山匪见了我，吓得屁滚尿流。天地为炉，众生为炭，这烈日倒是个不错的磨刀石。黄镖师，请过来一下。超明显的超战作。收拢心，哥我人。那个方勇太吵了。你与陈家娘子第一次见面，尚未熟识，不该这般唐突。黄镖师，我改正，能否与陈家娘子说明，让我与江平换回来？都没吃饭吗？走快点，磨磨蹭蹭成何体统？此子还需磨练。比想象中的要小不少。此县相对贫瘠，无论是武者数量还是实力，都不如我阳城。先将货物送去，吃个饭略微休整，便继续赶路。不住店了，都赶1天路了。晚上走水路，在船上可以歇歇。水路虽然安全不少，不过也有在水上讨生活的水猴子，实力不弱。而且他们善水性，很多镖局都拿他们没办法。关键的是，这群水贼的首领与乘风镖局的一位镖头是多年好友，一般情况下虽不至于我等产生冲突，可若有意外，需什么都不要管，保住性命。可惜你已在走镖的名单中，不可当逃兵，否则我现在都想让你打道回府。那位首领的实力如何？8品，与梁镖头的实力差不多。既为镖师，又怎惧危险？我方勇不惧贼寇。臭显摆！是黑水帮的船！快，所有人都给我过来！走镖是人情世故，可我等狱匪能避则避，这样也能少损些银两。实在避不开，再出面也不迟。这也太憋屈了！我等行事光明磊落，却要避开这群水猴子。势比人强，何况这也是为了多挣些银子。若是少去这次麻烦，你等还能多分些银钱。走江湖好有意思呢！滚开！四海镖局的，别当龟孙了！爷爷知道你等在船上，出来吧！不可，他们的首领可是8品武者，你纵有病符，可未成长起来，不宜与对方起冲突。哼，若我修得刀气，
又何惧这帮偷鸡摸狗的？你刀法大成了？快了，有天赋真好。他天赋很好吗？很好，在阳城应属一流之列。确实有几分真材实料。黄标长呢，真能躲。都出来吧，大头领要见你等，少一个你知道后果。都杀了！不会第一次走镖就要丢掉性命吧？钱美柔，不好，首领死了，快逃！得救了，都没事吧？没想到你都是武者了，你应知这是情理之中的事，你不该与我比较。你这家伙也一声不吭的将刀法练到了小成阶段，不值一提，与方兄比不得。确实比不了，此刻是否觉得有些自卑？那不至于，我辈武者该与自己比较，有没有成长，有没有进步。若是天天与这比与那比，那不得累死？毕竟天下英雄如过江鲫鱼，何其之多。请进。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这是礼仪。虽然出手的前辈不愿显圣人前，或许是举手之劳，不求我等感谢，可对我等而言，却是救了性命之事，这是大恩，虽无处可报，但得记着。很强的前辈，我刚好瞥见了，那8瓶水贼在一瞬间就爆开了，可以说是秒杀。确实很强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是一道强横的剑气，其展现的实力，只怕不比我镖局的朱榜头弱多少。若我悟得刀气，能否做到这般？自是可以，不过此等境界不易练得，你起步太晚。纵为天才，也得1、2年之功。可以让武者逆行伐上的技艺，又怎会简单呢？你想做到恩人前辈这般洒脱强大，还需时间。不会再有内晚之事，诸位安心。此等剑气，轻言。这是练得剑气的8品大道，实力不弱于那晚救我等的前辈。饶命！青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被一帮泥腿子吓到。宋大公子，我家小姐出门何时得向你汇报？而且你的话语过于暧昧，比方勇还自来熟，还唐突，这会让人误会的。你当保持距离，不该直呼我家小姐的芳名。方勇是谁？那个人武道天赋好像不比你差。哦，四海镖局时出了这么位人物，我都没听季兄提起过。起步太晚，空有天才之名罢了，如何能入宋大公子法面？您是注定名扬昌平府的真龙。黄镖师说笑了，世事艰难预料，方兄弟既有如此天赋，又怎能小觑？只怕不久便会名震阳城，与我与季兄同台竞技，倒是让我有几分期待。武举榜怕是又要添位新人了。您太抬举这小子了，他起步晚，出身微寒，如何有资格与您同台？更莫说那武举榜了。将来之事又如何说得定？既然宋某以来，诸位这护送青岩的任务，可视作提前完成，他定完好无损的抵达。这是我等职责所在，万不能半途而弃。若是被镖局知晓，我等会受罚的。既如此，便一起吧。不过你等便要多跑一趟了。这陈家娘子有何来历，就让宋公子这等实力的天才如此热情？其实陈姑娘的父母只是寻常富商，不过她的叔父是一位老举人，自然是武举人。你等现在也见识到了阳城真正天骄的实力了吧？感觉如何？唉，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。那位可是在8品炼皮中，7品，随时可入6品之列的7品。我可还有追赶的可能？大概率不可能了，你起步太晚了。
纵然如今成为武者，之后亦能飞速提升，6品也可位列，可很难做到宋远山儿这般成就。上线几乎能看到。什么成就？可是练得那数十道剑气，这只是增强实力的技艺，你就是不追求也无碍。我所说成就，是关乎武道之路，是奠定未来的根基。其他2人可能不知，我听说在你成为武者后，梁镖师送了你极道武馆的8品弓，他可曾与你提及皮肉4斤这一境界？梁师有提及，8品练皮可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练了铁皮直接冲击7品，若是有雄心壮志，则可以向金皮冲击。梁师曾言，这才是8品大圆满之境。不过梁师还说，阳城天才都不追求金皮，只让我铁皮圆满后直接冲击7品。是这样没错，可他应该没与你说，金皮代表的是武道根基，是底蕴。若是未练得此等根基，5品很难迈入，几乎触之必死。不练金皮，5品触之必死。那为何梁师不让晚辈追求？皮肉裹筋骨，8品练皮肉，可分铁与金。7品筋骨境自然也有这般划分，筋骨4斤亦是圆满，亦是武道根基。只要练得黄筋骨，5品有望。前辈的意思是，8品练得铁皮可以直冲7品，7品练得筋骨4铜铁，亦可冲6品。可是想入5品之列，必须在8品练得筋皮或7品练成黄筋骨，这便是奠定未来的武道根基，对吧？说的一点也没错。不过相对于7品黄筋骨，在8品时想锻炼出筋皮，却是难了数倍。黄筋骨易练，筋皮难求，倒是怪事。会不会是黄筋骨并非7品真正圆满，还有可挖掘的领域，那才是大圆满？未曾听闻，或许有，也许没有。但不管有没有，都不是我等能遐想的事。你是天才没错，可比起宋远山，练武时间太晚了，20岁才起步，仅送10年黄金段。宋远山这样的天才，从16岁开始练武，倚仗家世带来的丰厚资源，半年入8品。不过为了追求金皮，曾蹉跎2年功，这才入了7品。铁骨圆满又花半年，接着便锻炼黄筋骨3年，听说都快成了，气血呈现淡金之象。拥有这般成就的他，归来也不过20有1，仅比方勇大1岁。给我6年时间，黄筋骨亦不是不可脱。你当然能练得黄筋骨，可是6品练5脏，1脏1年功，5品往上是另外的天地。可5品前练的是自身，你当那些武师阐述的最佳练武时间、黄金年龄段是假的，这是武道铁律。人体血肉巅峰只能维持到30岁左右，骨龄一过，气血衰败。你纵是练得黄筋骨，都不见得能练全5脏。岂不是说，因为起步太晚，纵有一身天赋，也难贯穿5品之境？唉，也不是没有机会，还能是什么？只能用更珍贵的资源来飞速提升。很可惜，纵使镖局都没有这样的资源，你也不用灰心。纵然只能练得6品，亦有100余年寿命，保一辈子平安富贵，家族兴生连延绝对没问题。何况就算为5品境，也只是多活20-30载。以我的天赋，更要想的是如何最大化增强自己的实力。皇师，为何宋远山能使出那般多的剑气？还是你小子活得通透，不为世事烦恼。此等境界以10道刀或剑之气为1成，可细分10成。岂不是说我等追求的飞雪刀气只有1成？就是只有1成理念的刀法，也足够你练许久了。若是悟得1成刀气后，1道刀气的力量能撕碎8品大成的肉身，真可怕。可是宋远山不是一出手便是数十剑气呢？这是不弱于你的天才，岂可用常理来束缚？宋远山16岁练武时，其父花了重金，请一位练得2成剑气的剑客教其练线，一练便是5年，这才有如今实力。剑气超过其老师，掌控3成有余，天赋与你比肩，有名师指导，再加上自己苦练5年功，才遇剑气3成多。你说这技艺难不难？没有好家世的你，若想达到他的剑法水平，时间得倍增。这事儿你不用烦恼，更不用特意追求。技艺虽强，武道境界才是根本，是最重要追求。7品后，非3成剑气不可伤。一旦练得黄筋骨，不达7成宗师境地，无法撼动。这般看来，还是武道境界更重要。皇师，剑气理念刀法或者剑法哪里能买得？需要多少银子？极道武馆便有2门理念很深的剑法，一门可练得3成剑气，另一门则可至剑气宗师之境。这等剑法还是颇珍贵的，且只有3成理念的烈阳剑法对外兜售。咋好东西都出自极道武馆呢？确实祖传，而且威力不俗，比飞雪刀强不少，价格也颇贵，需要300两银子。你暂时就别瞎想了，专注练刀便是。黑地里可有卖？强大势力对于珍贵的技艺或功法管控极严，求购的人都在名单上。若是不在名单中的人练了并人前展露，定会被盯上乃至抹杀。晚辈明白，一定按原则行事，不让人前展露便是。作为保命底牌，多练几门剑法总没坏处。这门剑法我买定了。与阳城比邻的云县黑市好像就有卖的，似乎才几十两银子。何处寻得宗师剑法？这等剑法的理念很深远，各大县城少有，只有去昌平府城碰运气，那里有拍卖会。不过因为剑气难练，追求的人不多，所以兜售的少。你小子什么时候这般好高骛远了？还想练得宗师剑气？武举榜，这是在整个昌平府下辖范围内选取20位年纪不超过30的英杰榜，上榜者莫不是天赋异禀之辈。
而下一次武举在3年后，以宋远山的才情，又有一定可能取得武举功名。黄标长，梁师曾说，只要天赋好，可能被大当家收徒。我自认为天赋不弱于任何人，不弱于宋远山。为何那位大人未曾与我见一次面？若是镖局将资源倾斜于我，我觉得五品也不是没有机会。你来晚了啊！早在之前，镖局已将资源倾斜在另一人身上，对方的天赋也很好。此人名叫季百川，年仅25岁，实力与宋远山差不多，曾登过2次武举榜，榜头一季更换1次。季百锤未向大当家正式拜师，可是已有师徒情分，感情深厚，所以纵然你的天赋也不差，大当家又岂会舍弃自己弟子，转而将资源倾斜向你呢？聊得差不多了，都歇息吧，明早还要赶路。诸位再会。小说，这宋天江能得陈青岩青睐吗？不一定。陈青岩父亲与我还算熟络，与我提及，陈青岩这次被其叔父喊过来，就是见一位豪杰，听说也是武举榜中的猛人啊，那不是有好戏看喽？有道理，不如咱住个几天再回去吧。这些戏是你们能看的吗？走吧，镖都送完了，咱回阳城。你等可知，来时遇到的那群水猴子，为何要向我等痛下杀手吗？为何？这是乘风镖局下的命令。理由呢？上次四海镖局总镖主走镖失败后，将部分原因归结在乘风镖局身上，然后在这次乘风镖局走银镖时，在几位镖头的运作下，他们损失惨重，死了位8品武者。乘风镖局的一位镖头死了？是啊，虽然我镖局几位镖头行事周全，找不出证据，但同行是冤家，对方肯定第一个怀疑咱们。再加上死了位镖头，乘风镖局气炸了，便无所顾忌的对我等弱小镖师下手。我们被一位前辈所救，另一队走镖的就惨了，死了不少人，好狠！这些大人物的争纷，竟是针对我等小镖师。事关利益，可不就是你死我活吗？你们3人是我镖局这次招收的镖师里最优秀的，已上了乘风镖局必杀名单。所以这次回去后，你等无事木要出门，就在镖局内。不会一直得如此吧？这不至于。这次乘风镖局只针对了2队人马，已是留了余地，说明有的谈。大家还得赚银子买灵犀肉呢。我们不能出门，他们乘风镖局的镖师也定然不敢出来接镖。那便好。不过近段时间肯定不太平，小心为上。今晚就不急着回去了，越是晚上越不安全。明日白天再回阳城。很高深，剑法威猛阳光，所涉及的理念确实比乘风剑法要深远很多。此行有惊无险，颇为圆满。这次走镖，对你3人也算特别的历练，经历了生死，也见了天才风采。大哥，小英可想你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娘亲说的，小西想大哥的紧，便一个人找来了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小西刚来，小西天天下午在这里等大哥回来呢。你这小萝卜头，独自出门也不怕其他人担心。爹娘为了让二哥吃肉，每日早出晚归，都不管小西的。二哥跟嫂子也不管小西，天天在房间里打架，好几次嫂子都疼得直喊。爹娘好偏心，都不给小西肉吃，小西只能天天吃咸菜喝粥。小西很馋，想偷吃二哥的饭菜，被爹训了好一顿。就算江安整日在家荒废，他们想的也不是教导训斥，而是如何挣更多的银子供给他，对其始终抱着希望。算了，与我有何干？只是苦了这小家伙，都多久没沾油水了？小西可想吃鸡腿。想，还是大哥对我好。小西饱啦。才吃多少就饱了？快些吃完它。不嘛，小
小溪吃饱啦。这孩子最近怎么了？每次晚饭都没吃多少。谁知道呢？你也别担心，这小丫头没什么聪明的地方，但一说到吃，她绝对不会亏着自己，定是嫌这饭菜不合胃口，早在哪位叔叔婶婶家吃过饭了。但也不能总去别人家吃喝嘛，否则显得我们虐待这小家伙似的。娘不用担心这个，我知道这小家伙去哪家吃饭了。谁家？小妹今天身上有一股鸡肉味儿，昨日也是鸡肉，前天是猪肘，大前天是烤肉。我想，除了一向宠爱她的大哥，也没人愿给这小馋房猫吃这么好的东西。大哥，平儿，你是说平儿走镖回来了？所以小溪这几日都是去平儿那里吃的晚饭？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，早在数日前便回来了，而且这一趟收获颇丰，好像烫子手都分了半两多银子。怪不得敢如此奢侈的投喂他妹妹，原来是发了笔横财。靠着自身天赋和乘风剑法的经验，短短数日便将烈阳剑法练至剑气领域。宋远山有名师指导，方才以5年之功练得剑气3成多，倒要看看我之天赋与他相比又如何。府城相距阳城竟是不远，只隔着4、5个县城，连夜赶路的话，一次来回只需2天时间。我如今实力还是有些弱了。昌平府城武者众多，若遇到阳城黑市那般的劫掠之事，我恐怕难以应对。况且如今四海与乘风2家镖局火药味十足，我已在对方暗杀名单中，若此时出远门，恐生变故。再稳一稳，如今还有剑法可练，武道境界也低了些，才初入8品皮，成为名骗财之事，涉案银子已过万。这与妻子陈安有关。陈安是极道武馆馆主小弟子，武举榜前10者，以黄金谷跨入6品境。此人若是光明磊落之辈，被骗的银子只怕也还回来了。从眼下来看，对方并非什么正人君子。原本我还想着早些斩入武者境界，待2家镖局摩擦停歇，便可自己借私活赚资源。如今来看，此事也得耽搁一段时间了。实力终归是实力不足。爹，何时给我银子买牛肉吃？武道之路不进反退，我若是没有食补供给，莫说练不成武者，反倒会伤了身子。呸！这咸菜真难吃。你前几日不是去看望那不见子了吗？他可有给你银子？难道你对于平儿想着的是如何吸他的血吗？他也是你儿子。安儿说他过得很滋润，如今家里困难，他难道不该补贴些家用？好歹是我挣银子让他吃饱穿暖长大的，否则他如何能去四海镖局做烫子手？还是说他给了你银子，你不肯给安儿？我连他的面都没见着，那孩子如今还在记恨着我们。爹，要不你去镖局见大哥？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可是只有大哥能帮我了。我打听清楚了，大哥并非是荡子手，而是完成考核成了镖师。他那日走镖赚了2两银子，这般多。而且我还听说他被镖局内一位武者镖师看中，被赐了庄公和10两银子，再加上镖局赏赐，他身上起码有几10两银子了。怪不得这1个多月来，这不孝子能如此款待他的妹妹，原来已是为富户。爹，您得去见大哥，不止我要练武，而且您儿媳都有身孕了，更要养身子。连你母亲都不肯见，而他最记恨的肯定是我，又如何得见呢？大不了闹一场，只要闹大了，他若顾及名声，不想见也得见。这铁皮大成还是不够强了。还是技艺强横，也进步得快。如此，在阳城，在整个昌平府，都算有了些自保实力。该去一趟昌平府城了，咱还得努力，争取3年内追上陈安，亦要参加武举。 2家镖局还未谈妥，你最近别乱走。不是说半月前都在谈了吗？怎还未谈拢？不知，本来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，结果对面临时变杠，还得谈一段时间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家人来了。嗯，谁来了？你全家都来了。让门卫打发走便是。他们在闹，已经聚拢了不少看热闹的街坊。我去一趟演武场。我是他父亲，他是我生养长大的，怎能说不见就不见？此事就算闹到公堂之上，我也在理。谁是江安？我是，阁下可是我大哥的朋友。你是？我大哥有吩咐什么？有啊。嘱咐什么？住手！
江镖师说，你们可以随时来闹，但每次的代价会很严重，比如第一次的代价。我的手指，我的手指！下一次便是断一只手。江镖师知道你们不是来看他的，是想要银子，不过这是医药费。他可是挣了数十两，这是江镖师自己挣的，与伯父无关吧？而且，上次江镖师走镖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那他有没有伤着？很惊险，幸好没受伤。不过银子是资源，是镖师增强实力的倚仗。若是他将挣来的部分银子给你们，自己又如何快速提升实力保命？镖师走南闯北，没有伯父伯母想的那般容易。上次我镖局另一队走镖的镖员就死了好几个。孩子，能否与平儿说明，我们不要他的银子，让他退出镖局好不好？4次拿了他的银钱是做父母的不对，我愿意还给他，双倍3倍的还他，让他回家好不好？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来的那天大家都签了10年协议，若是违约，后果会很严重。能否让我与平儿见上一面？时间其实是一副良药，江镖是人很好的，晚辈先前都与之有些小摩擦，如今倒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。可是伯父伯母非但没有反省，反而为了银子大闹镖局。伯母认为他还愿意与您见面吗？孩子，请与平儿说明，往后我们不会再打扰他，让他安心练武。若有一天气消了，随时可以回家来看看他的房间，我会一直为他留着。据说有商人商会寻得小半罐玄虎之血，将在此次拍卖会上作为压轴物品。这都是那些世家豪门该想的事儿，我等哪有资格以此血练功？走，先进去。等等，足下请回。凭什么他们能进，我不能去？我商会举办的拍卖会属于邀请制，若无此谕令，一概不能进。还有这等规矩？不过我商会拍卖会的门槛不高，1000两银子办得此令，且永久有效。可否通融一下？若我商会拍卖行的门槛真不高，若足下暂缺银两，亦可以展示实力。我商会喜结交各方豪杰，可免费赠送谕令。怎样算本事过人？7品以上。这位公子还请止步，请出示谕令。黄金谷，黄金谷，路过此地，为玄虎血而来。第一件拍品是一门7品功法，据说可让黄金骨更快的锤炼出来，起拍价极低。为何没人要？除了天才，谁敢拿黄金年段去刻黄金骨啊？效率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，一练必然是数年功，得不偿失。武道之路，低端功法真的不值钱呢。200余两，成交。第3件，3000两，成交。为何没见宗师级技艺出现？此等技艺多为各世家不传之秘，且因其太难炼成，本身价格又偏低，往往商会前3亿件物品不出宗师级技艺，后面的就不用看了。压轴物品玄虎之血，众所周知，6品炼档，一脏1年功，哪怕绝顶天才也无法取巧。但这半罐玄虎之血，足以让6品武者炼一脏的时间生生减半。对于30岁前的黄金年龄段而言，这省下的半年关公，便是一条通天奇派。此血不以金银交易，要无本物品真功。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古人诚不起我。救命！几百两银子，那也是银子。哼，此人身上应该也有些银子。莫招惹此人，他下午时捡录3成剑气，可不是你我能招惹的主。6品武者。眼下无技艺可练，只能专注武道修为了。其实，若我将身上8张外币钞票换成上等10部，未必不能在短时间内激烈提升，乃至半月内练得金皮。想短时间内横压黄金谷，乃至对拼6品，还得仰仗宗师级技艺。以武举功名前往武院，是接触更精彩武道世界的最佳方式。所以下一次武举我必须参加。
吾举设计更高层次的武道之路，吾辈当争之。也因此，我必然要展现一流或超一流天分，势必走到台前，被陈安注意到。一旦练得宗师级技艺，咱就展现部分天赋实力，让四海镖局出现牛马双子星，下对头。8品金皮。你看着不太高兴。孙正死了，如何死的？我之前不是提过吗？孙正仗着方勇撑腰，在宿舍里时常欺负罗大牛几人，我也因此与之翻了脸，后面索性也就不管了。结果就是孙正欺负那几人更狠了，得寸进尺，最终罗大牛受不了，在昨晚用绳子将其勒死了。别想这些了，不是你的过错。今天可是你成镖师的日子，咱都给你带了礼物，江兄还给你带来了灵犀肉，今晚当不醉不归。近日来可有进步？何时能入武者？差一点。我此来是告知你，两家镖局已谈妥，我等又可以走镖了，往后不用担心对方下黑手。哦，你可知谈妥的条件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方勇。